大家好，我叫托尼，我是英国人，我2005年到中国来了。今天我们都很高兴，我们可以来到这里参加一起的活动。我也希望你们都能听懂这个老外的话。以前我在英国的时候，我有2个公司，一个是金融的，一个是买房子的。我每天特别忙，上班了最少16个小时、18个小时左右，每天晚上就睡觉3个小时、4个小时，我一直忙，但是我没有压力的感觉，我很喜欢我的工作。然后有一天我在看报纸上，然后我看了他们介绍了一个禅修的地方，一个打坐的地方，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，我很感兴趣，但是当时我太忙了，没有时间参加。然后有一年我又想起来这个地方，我觉得今年我要参加他们的活动。我待了4天，礼拜5去，礼拜1做，第2天开始我开始打坐，然后那天有一个想法来了，你以为你不以为你改变你的生活，离开英国？但是我没有办法，我就一直在想那怎么办？我钱不够，我需要多少钱？我怎么办？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。然后我一直在考虑就是钱的问题。第2天，这个我还在打坐，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来了，他说了，别考虑钱，如果你的钱够了，你愿意不愿意？那我就能回答，我愿意做这个事情，我愿意离开。所以礼拜1结束了以后，我回家了，我开始买2个公司，我的家、我的汽车、我的摩托车，全部都卖掉了，疯了。然后买了以后，我离开了英国。我是有计划的人，但是我没有计划，所以我直接到欧洲去了，到法国。然后到法国以后，我就做了三个事情，一个是我继续打坐了，然后我开始做一些志愿者的事情，参加了一些活动，第3个是写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然后我在法国的时候，我发现了我有一个比较奇怪的感觉，我的心里不舒服，因为我在英国的时候我一直忙，我到法国以后我没有事情干，我怎么办？我为什么离开了？你在干什么？真的，但是我没有后悔的感觉，我没有感觉我做了一个错的决定。但是我就需要了解这个情况是什么，这个感觉是什么，然后我也需要处理好这个感觉，我不能一直难受。大概应该是1年半以后，我都明白了，我放心了，都没有问题。我知道为什么我离开了，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事情，所以放心了以后，我觉得那我可以去另外一个地方，比较远的地方，所以我准备到印度去。但是我不想坐飞机，所以我坐了火车从俄罗斯。对，然后所以我给一个旅行社联系，我让他们帮我买火车票，订火车票。然后他们说了，你坐俄罗斯的话，你应该去中国。我说那我不想去中国。我想去印度嘛，他说，但是你去中国的话，那你必须去西安。西安说有什么好处？我不知道。西安有兵马俑，兵马俑是什么？我想去印度嘛，他们说去吧。所以我去了。所以然后到了西安以后，我打算就待3天，1天去兵马俑，待2天回北京坐飞机。但是我在西安的时候，有另外一个想法来了，那你别走吧，别去印度。但是我为什么？我想去印度嘛。但是这个想法说别走，留在这儿，以后你会知道。
所以我又难受了，真的。然后我说好吧，那我会动一下，我会看情况。然后我确定留在西安的时候以后，那我因为没有事情干，所以我去找了一些慈善机构，所以我可以参加一些活动，帮助一些人，因为这是我的习惯。但是我找不到，我问了好多人，去了好多地方，他们都因为只是像12年之前，不是现在是完全不一样，他们都说了没有地方。但是我在外面的时候，我开始看到一些老人、残疾人、一些乞丐、一些孩子们，都在路上，在钟楼附近，我看到一个老太太，她有一个碗，她说：“哦，老外给我钱，给我钱。”说：“我不给钱。”我不给钱，给我钱吧，给我钱。但是我的习惯不是给钱，我比较喜欢做事情。但不是说给钱是不对，但是不是我的习惯。所以我走得比较快，然后这个老太太跟着我，她走得比我快，所以我走得更快，她也走得更快。然后这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，我跑不过她，真的。所以我回家了，那是哪个晚上？我忘不了这个老太太。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，因为我要做一些事情，但是我还没找到，所以我做了2个决定。第一个决定是我会第2天再去找她，请她吃饭，然后问她知道一个地方，我可以去帮忙，因为我估计她会知道。第2个决定是，如果我找不到，然后我会自己开始买一些东西，开始发给这些人。第2天我去找了，我找到了他，但是他不要吃饭，他只要钱。所以我把了5块钱，然后好，那好吧，我给你啊。所以我还不知道怎么办。我问了一些别的流浪者，他们也说了没有地方。但是我听说过有一个天主教堂，礼拜天他们有弥撒的时候，在门口外面会有一些乞丐、一些残疾人，然后弥撒结束了，人会出来给他们一些钱，所以我到那边去了，然后我找了那个教堂的陈神父，我问了他，我可不可以礼拜天来这里给他们发一些东西？他说了可以。开始发的时候，这是第一个礼拜天，有3个朋友，他们知道我准备做什么，所以他们跟我去了，他们说他们要来帮忙，我说的可以，所以我们买了50个包子，但是在教堂外面只有8个人，我们发完了以后，我们还有包子没有发完，所以我们到钟楼去了，然后在街上发了。我们找到了17个老人或者残疾人，所以第1天我们给了25个人，然后买了50个包子，因为是第1次，然后我觉得这个可以，所以第2个星期又去了，然后就是开始我们经常的活动，然后从这个的时候没有停了，一直在做，每一周，应该第4个星期我们开始发1周第2次，但是我们还在外面，所以会下雨、下雪，夏天的时候都在外面，但是不影响，我们没有停。然后1年半以后，那个教堂的人找了我说了，Tony，我们不说，我们给你盖一个房间，都是免费的，不用收钱，没有房费，什么都没有，所以这是他们给我们提供一个房间。我们还是跟教堂没有关系，但是他们对我们特别好，给我们很多帮助。已经有那个房子10年，现在挺好的。每一个月我们会发大概1000份食物，所以我们一般会发，每一次会发包子、稀饭、菜汤，礼拜5发炒米饭，也会发水果，偶尔发水果、面包、其他的东西，他们都可以吃饱了。就是他们都是流浪者。我们发包子的时候，我们还会去钟楼，因为有老人、有残疾人，他们来不了我们的房间，所以每一次我们有一堆，他们会给他们送过去。
这个很奇怪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从第一次开始，我做了一个记录。第一次是05年12月，早餐有8个人，街上有17个人，有4个志愿者。每一个活动从第一次开始，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记录，所以我们的数字我们特别清楚，发现这也很有用。所以现在11年来了，我们花了15万块钱für15。因为我们就慢慢来，一步一步，但是突然有一个比较大的数字，所以就是这样。所以思想厨房是什么？我们在中国是第一家思想厨房，我们2005年12月18号开始了。我们都是志愿者，包括我，包括我们10个主管，所有的人是志愿者，没有一个工作人员。本来我们在英国注册了，但是2011年我们跟湘西思想协会合作了，已经合作了6年了，特别顺利。我们每年会跟他们合作，安排一些活动。人可能会看一个老外觉得这是一个国外的思想机构，但是不是，因为除了我们的志愿都是中国人，98%。都99%的一点，所以都是本地的人。我们是一个本地的思想机构。我们特别简单，我们没有什么想法，我们只帮助困难的人，不管是什么人，孩子可以，老人可以，一个学校可以，残疾人、流浪者没有关系的。如果我们有能力，我们会；如果我们没有能力，那对不起，我们帮不了。就是那么简单，而且我们只有2个目的，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只有2个目的，一个是给最需要的人合适的帮助，第2个目的是给人一个机会，参加一些思想的活动，给他们一个平台，同时间我们给大家一个机会改变他们的世界。我们发现了。包括我，好多人改变了，我改变了很多，好多人会说他们改变了，志愿者、流浪者都会。另外一个，因为我们都是志愿者，没有一个工作人员，我们也没有实际的费用，不会浪费1分钱，必须是给需要的人，所以我们100%给我们帮助的人，不可以实际用。开始以后，我们开始了解他们多一点，然后流浪者他们有困难的时候，他们会来找我们，他们会告诉我们有什么困难。开始他们需要衣服，所以我们开始给他们发旧衣服，别人会捐旧衣服。但是冬天的时候是特别可怜的，在冬天是肯定很冷。所以冬天每一年我们会给他们买大衣、棉裤、被子、袜子、手套、帽子、一些鞋，然后我们会出发，因为他们需要，都是新买的。但是这个活动我们怎么发这些东西？所以这个活动晚上10点钟开始，然后我们会一般安排60个志愿者分到4队。然后去他们睡觉的地方，所以如果是晚上2点、3点、4点钟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老人他在街上睡觉，那我们可以保证这个人真的需要我们的帮助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发的，肯定是比较麻烦，但是是最好的办法，因为好多人还是觉得。这些流浪者是假的，他们都有钱，有一个家，有汽车，他们的钱比我的多，为什么我要帮助你？好多人有这个想法，我们能理解。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带60个志愿者，他们可以实际看到一个老人、一个残疾人在外面睡觉，冬天的时候，那他实际知道，他心里知道，这些人真的需要我们的帮助。我们的活动都是慢慢来的。
有一天我们有一个小孩子，他带了他的朋友，他问我们，你们可不可以帮助我的朋友？我们说不知道，我们先了解一下。他给我们看他的胳膊，我们肯定看到了我们想帮助这个孩子，所以我们赶快陪他去医院，找了一个医生。他看了，他说了可能帮不了这个孩子，可能已经太晚了，可能他的血有毒。我们跟他聊天的时候说，那有办法没有？他说我们可以试一试。所以他们给他一个手术，然后我们再看结果，结果是没问题。所以这是第一次我们做了医疗救助的活动。然后后来有别人来问我们可不可以帮忙。去年我们有一个朋友，一个流浪者，我们看到他的身体完全不一样，他不能吃饭，他不能睡觉，他发烧了。我们看他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这个病比较严重，我们带他去医院，看了病以后，就是很严重，肺结核病。这个病，第一个是医生说了，这个人可能快死了，真的。可能已经太晚了，可能帮不了。但是另外一个是这个病是很害怕，因为这个是可以传染给别人，它可以给我们吃饭的人，也可以给我们的志愿者，所以必须控制这个。还好3个月以后他完全恢复了，所以现在他很好。他上个星期来了慈善厨房吃饭，所以很简单，但是这就是不是很复杂，而且在北京有一个慈善机构叫 Roundabout， 我们有看病的活动的时候，他们可能会跟我们合作帮忙。有的时候，我们有朋友会捐一些东西。以前有一个慈善机构在上海福伦社，他们捐了一些轮椅，所以我们需要找一些真的需要的人，我们给政府联系。然后问了他们，你们那边有没有一些需要轮椅的人？他们给我们一个名单，但是这些东西我们当然不可以浪费，必须给需要的人。所以每一个人我们先去看一下，了解他们真的需要这个轮椅，他们会不会用？所以我们见这个姑娘的时候，她应该23岁，她的腰有问题，她动不了。他5年没有下床，他一直在床上，他动不了。然后我们跟他的家人商量，我们说这个我们有这个轮椅，你的女儿可不可以用这个？他们说应该用不了。但是看了这个女儿，我们很想帮助她，所以我们跟他的家人说了，我们可不可以试一试？如果他不可以用的话，那我们会给别人。但是如果他可以用的话，那我们没有问题。所以我们把了他的女儿放在轮椅上，然后我们发现他可以用，没问题。推了他到院子里，他开始哭，他的家人哭了，志愿者都哭了，真的很感动。他说了，我年了，我没有见到太阳。哎呀。但是像这个一个轮椅不是很贵，几百块钱，但是几百块钱你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，很简单，很简单。我们有另外一个朋友，他这个的时候我们已经认识了他4年，他是一个残疾人，只有一个腿，他就是他的家，所有的他的东西在车上，他会睡觉在那边，他人很好，心理也很好。我们问了他要不要我们帮助你找一个家具？他说了可以，但是这个想法有一个问题，如果我们给他安家具，他会怎么生活？因为现在他是一个残疾人，所以好多人会把钱给他，他可以吃饭，他可以买药，他可以生活。但是如果他们看到这样的人，谁会给他钱？所以给他安一个家具的话，可能是没有帮到他，所以我们只能先帮他找工作。所以我们先给他安排一个房间，
帮他找到了工作，最后给他安家去。还有这个工作很好，这是在西安机场附近有一个做飞机场的东西。他在那边应该6年了，他每天去找老板说感谢老板，所以就是他之前，就是他现在。还有最后这个安家者的公司，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准备帮助他，最后他们没有收我们的钱，他们说我们不要你们的钱，就是我们很愿意帮助你们支持这个人，所以这个的时候我们明白了，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，不一定我们需要很多钱，好多事情跟钱没有关系。如果你的目的是单纯，是很清楚，好多人愿意来帮忙。然后我们经常在乡村，在山里面，我们会看到一些情况。如果我们有能力，我们有一些想法，我们也可以帮助他们。所以可能是9年之前，我们去了一个地方，特别穷，孩子也真的很可怜的，所以我们给他们安排一个运动会。结果是孩子们特别开心，志愿者也开心。所以现在我们每年会有孩子们的活动，给他们开运动会，或者请他们进香，他们可以带15钱。然后这是去年的运动会，这个活动有150个孩子，有应该大概60个志愿者，这是一个2天的活动。所以我们礼拜6去，我们下午跟孩子们玩一下，晚上给他们放电影，志愿者都会自己带帐篷，在帐篷里睡觉，或者在车上，或者在教室里面。然后第2天很早起来开始安排运动会。我们因为有150个孩子，我们会给他们安排大概20个游戏，孩子们特别开心。每一个孩子可以收到奖品或者礼物或者什么，肯定会，也有孩子们的吃的喝的，所以这个活动想法很简单，但是后面的事情要安排的事情比较复杂。但是我们开这个活动以后，之前我们通知了我们的志愿者，说我们准备安排开一个运动会，他们都可以报名。但是有的人参加不了，或者不在西安，或者没有时间，所以他们说那你们要给孩子们发水果，我买水果，我提供1辆车，我给孩子们买书包或者什么，所有的我们需要的东西都是提供了，因为慈善厨房是一个团队，大家都愿意做一些事情，我们给更多的人一个机会。所以这个活动很大，也需要15辆车，有路费，但是我们没有花1分钱，真的，大家特别好，特别好。所以11年来的活动，我没有办法给你们讲所有的，太多了，但是这是一些比较经常的。到现在我们安排了1905场活动。我们帮助了，我们发了6万个农村的人给他们发食物，发了110多轮椅，帮了12位残疾人安家者，帮助了90多个流浪者找工作，也孩子们回家，一共有1万多11000志愿者。但是这是不算旁边的人，好多人来帮助我们、支持我们，这是不算，这是参加活动的人。因为慈善厨房是大家的，别人会捐东西，也有人会捐款，因为是大家的慈善厨房，我们有责任，我们觉得必须是透明，不管是食物或者钱，必须是透明，所以。这个是每一个月我们会给大家发，每一个月
大家可以看这个月我们的费用是多少。如果有转款的话，这个月的转款是多少？在银行里面，我们还剩了多少钱？还有这个钱，我们还可以用多长时间？我不知道你们可以看到，我是经常3个月，或者2个月，或者4个月。3个月以后，那我们3个月再说吧，不知道。但是上面是每一年的费用，所以你刚看到了每一年我们会安排190场活动，一年的费用肯定不少。但是因为大家提供了好多我们需要的东西，一年的费用是大概18万人民币。去年是18万，然后是2年之前是16万。钱是什么问题？是不是很多？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。我们没有钱，没有人帮助我们，没有人在我们的后面，但是不需要很多，可以做很多事情。190场活动，也一些活动很大，所以我们经常听说这句话：说人一语不如说人一语。这句话有道理不？我也觉得有道理，肯定有道理。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可以管自己的生活，但是世界上不是这样，不是每一个人可以。这句话有道理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可以。我们觉得有3部分人，第一部分的人，他们管不了他们自己的生活，他们没有能力。有老人，有残疾人，有孩子们，他们根本没有办法。所以谁帮助他们？他们还需要吃饭，还需要衣服，还需要理发、洗澡、看病，谁来帮助他们？所以如果人说我们不对，帮助这些人，我们没有问题，因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，必须做的事。第二部分的人，他们可能有能力管他们自己的生活，比如说我们帮助了90个人找工作，很好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帮助每一个人找工作，这一部分。但是我们发现了这些人，好多人只需要一些尊重，一些时间，可能1年的时间，2年的时间。如果我们一直支持他们，我们发现了他们会自己改变。他们会自己改变他们的生活，自己找到工作。所以，但是好多人看不见这个，他们就觉得你是法包子。但是因为他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知道，因为我们每一天看这些人。第3部分的人，这是最小部分，那可能他们不要管自己，那没关系，你来吃饭吧，没问题。这是最小部分。如果你可以帮助人管他们自己的生活是最好的办法。如果每一个人可以，那我可以回家，不需要时常吃饭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可以。所以你需要2种帮助，一个是支持人，帮助他们改变的生活，也需要另外一个是就给他们吃饭吧，或者简单的生活的需要。2种你都需要，所以这句话我们也觉得有意思。我们没有办法帮助每一个人，我们只能做一部分。我们也根本不想做很大，做大不一定你可以做好，但是我们不要做大，但是我们必须做好。11年来了，坚持做了1900多个活动，几个人做不到。但是时尚厨房不是几个人，是一个团队，所以我们能继续下去，因为大家特别好，特别辛苦，包括10个主管，我们每一次活动我们会一起开会，商量怎么安排，然后分工，真的有好多主任来了10年、9年、8年、7年，真的了不起，所以我们能继续，因为是大家的力量，不是一个人的思想执法，不是一个人的力量，不是2个人的，是大家的力量。大家一起来做一些事情，那可以做比较多，
也可以坚持着，一直走。谢谢。所以，如果你们想了解多一点，我们有这些，我们有微信、有 QQ、有网站之类的都有，所以你都可以看到。谢谢大家。